他一看到机票的目的地，他整个当场就是痛哭流涕，而且他就是住在他想象中的那一间5星级饭店。Hello，我是 BB。疫情终于结束了，大家好像都出国旅游了，你也去旅游了吗？如果你很想出国旅行，可是又没有多余的钱，或是不想花自己的钱，那你知道还有一个办法吗？就是用吸引力法则来显化一个免费的旅游。我今天就要讲几个成功的故事哦。第一个故事是来自这本书《9个实验印证秘密的力量》。那里面有一个故事啊，是说这个女生，我们先叫她 Amy 好了。Amy 学了吸引力法则之后呢，她就列下了所有她的愿望清单，其中一个是想要去墨西哥旅行，可是她没有钱去旅行啊。那她就问她老师说该怎么办呢？我要该怎么显化这个愿望？她老师跟她说，你要相信你一定可以去墨西哥旅行，而且你要多说肯定句。她就决定先赶快去旅行社看一下有没有去墨西哥的旅行团。然后她看到一个团，非常的想去，里面有去很多太阳金字塔、月亮金字塔，就是她想去的团。那个团大约是在3个月后才会出发。那旅行社就说，你可以不用现在付钱没关系，你就先报名卡位，然后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再来付钱。他就决定先报名好了。然后呢，他又约他的朋友一起去。他朋友就说，你没钱去墨西哥，我也没钱呢。那我们这样就报名，会不会有点好笑？可是他就说不会，你要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去墨西哥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就跟他讲了这个秘密的整个原理。然后他朋友就说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然后2个人在那边边吃边聊天，装作自己已经在墨西哥旅行了，就在那边对话，就说你明天想要去哪一个金字塔看啊？我觉得都可以。那我们看完金字塔之后，我们去海边游泳好了。好啊，那游完泳之后，我们就去路上看一些乐队的演奏吧。让他自己也感觉自己真的就在墨西哥了，好像频率就到达那个地方了。结果隔天呢，他朋友就打来说，我妈妈已经说要付我钱去墨西哥嘞，所以我有钱了。可是这个主角就 Amy，她还是没钱啊，她就有点失望，想说哈，我朋友都已经显化一笔钱了，我怎么还没呢？那没关系，她就继续说她的肯定句，继续相信自己一定会去墨西哥。几个月之后，那个旅行社就打来催了。你赶快来付钱，不然我们要把你的位置取消咯。Amy 就想说，看来我真的得去付钱了，可是又没有钱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跟宇宙说，宇宙啊，我在某某天我就要去旅行社付钱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在那一天把钱变出来啊。然后那一天就到了，可是他还是没钱。他想说怎么办？我现在就要坐车子去旅行社了，宇宙你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一段时间把钱变出来啊。他上了公车之后，他就想说，还是我先去找我妈妈好了，因为说不定我妈妈会愿意帮我出钱哦。他就去老家找他妈，他妈就说你以为我会出钱让你去旅游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没钱。，Amy 就真的很失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那只好去旅行社取消掉我的位置咯。他就走出他妈妈的家门，然后就看到信箱，就想说那帮家里收个信好了。打开信箱一看，诶，怎么有一封自己的信？他其实已经搬离老家很多年了，照理来说应该不会有自己的信才对。打开来一看，大学的室友寄来的，那已经是10多年前认识的人了。这封信上写说：“Amy 你好吗？我们大学的时候一起住，我们那时候一起买了很多家具，那些家具跟着我很多年之后，我最近把那些家具卖掉了，卖了好多钱。因为是我们一起买的，所以那个钱一定也要分你一半才行。”所以信中附上了一张支票，然后 Amy 一看那个支票的钱，马上就可以 cover 她旅行社的费用，而且还多出了几百美金，可以让她在墨西哥 shopping 逛街。哇，那个真的是天大的奇迹啊！就带了支票，然后就去旅行社付完那笔钱了。很快他就跟他朋友顺利一起去墨西哥玩1个礼拜，真的是太棒了！因为宇宙竟然在最后一刻要付钱的那一刻把钱变出来了，真是蛮戏剧化的。再来，这个故事是来自阿根廷的一个20岁的学生。对，阿根廷就是那个踢足球的阿根廷。那这个学生我们就叫他 Lisa 好了。他们家呢家境就是很普通，没有特别多钱。那他们全家也都没有人出国过，所以呢，出国对他来讲真的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而且他才20岁而已，他是个学生，没有自己的钱，也没有存钱。那他家人也不可能让他出国旅行。可是他非常非常想去欧洲玩。尤其是他非常非常想去法国巴黎。
他就决定呢，也要用吸引力法则来显化一个法国巴黎之旅。他就一直在想象自己在法国巴黎玩的样子，然后也做了所有的努力，什么愿景板啊、肯定句啊，各式各样的方法他都要尝试一下，因为他真的太想去了。他就这样子想象了好几个月之后，可是还是没有看到任何动静。那他就想说，哎，我们家是真的不可能让我出国旅行的，而且我也没有存任何钱，还是放弃好了。所以他就决定放弃这个梦想，不要再花时间去想象了，忘了这件事算了。他虽然忘了，可是宇宙可没忘记哦。过了几个月之后啊，他有个朋友，我们叫那个朋友 Jenny 好了。Jenny 有一个男朋友是欧洲人，而且听说非常有钱。Jenny 就跟 Lisa 说，我暑假的时候要去欧洲找我男朋友，你也一起来吧，因为我男朋友说要帮你出旅费。怎么可能？帮我出旅费，帮我出机票？不可能吧？ Jenny 就很坚持说，没有，我们真的暑假要去，所以你暑假不能排任何其他行程，你就是跟我去欧洲就对了。然后 Lisa 还是不太愿意相信。那时候是1月的时候，结果一直到了暑假快到了6月的时候 ，Jenny 就真的把机票秀给他看，那个机票就是要送他的。他一看到机票的目的地就是法国巴黎，他整个当场就是痛哭流涕，感动到不行。因为他没有跟 Jenny 讲他很想去巴黎这件事情，结果没想到机票的目的地就是法国巴黎。他们呢那个暑假就一起去法国巴黎玩，去找 Jenny 的男朋友。然后那个男朋友也真的很有钱，整趟旅行都包吃包住，几乎完全没有花到自己的钱。然后他也说啊，当你很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即使那件事情没有当场显化出来，它迟早都会显化的。再来这个故事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30岁的上班族男性。有一次他看了秘密电影之后呢，他就想要找个东西来测试一下。那刚好那时候他们公司有一个计划，就是要请几个人去魁北克出差1个礼拜。那这个出差是包吃包住的，但是只有少数几个被挑选出来的员工才可以去，所以竞争也是蛮激烈的。他就想说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来测试一下秘密。因为想象力可以创造实相，所以他决定开始想象自己就在魁北克，在魁北克的街上走动，看着魁北克的风景。他还想象自己住在某一间5星级的饭店，然后还想象自己在某一间很高级的餐厅吃料理。为了要散发出那种一定会去魁北克的频率，他就赶快先打包行李好了。他就先把行李箱拿出来，把一些要带的东西、要穿的衣服放进去。他还开始先计划谁要带他去机场，谁要去接机，这些整个旅行的细节都赶快先计划好。即使那时候公司还没有决定谁要去魁北克，那你知道想象力就创造实相，他就被选中啦。他就真的去魁北克出差，他就真的在那个街上走，就跟他想象的一样。而且他就是住在他想象中的那一间5星级饭店。他也有去他想象中的那间餐厅吃饭，整个行程就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，非常的完美。听了这些故事之后，你有没有也很想去旅游呢？想去哪里玩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我的频道里面还有很多吸引力法则的成功故事，欢迎订阅一下哦。在这边可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